不知不觉啊，距离第一台人类能用的 Fold 发布，居然已经过去4年时间了。其实折叠屏这个品类好像也被更多的人接受了。最直接的，我姑姑这种平时不接触手机的人，居然也会想抢一台华为的折叠屏来用啊！那现在也快到毕业季了是吧？小伙伴们全力以赴之前，可以看这个视频先，一篇告诉你怎么选折叠屏，还有最重要的，你需不需要折叠屏。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折叠屏和普通手机最大的区别其实不是形态，而是信息差。作为一个新兴、昂贵还在快速发展的品类，以往选购手机的经验其实很多已经不适用了，又没有办法很方便的对比。所以这篇视频我不打算单纯的做些推荐。一些折叠屏的通病、局限也会在视频的最后一并告诉大家。那最开始，我先进行一波劝退，萝卜坑自己钻一下哦。首先，如果你完全不想折腾，只是想买回来安安心心的用，那折叠屏很可能会让你失望，因为再怎样的折叠屏，现在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 bug， 各种各样的适配问题。系统的更新也会比较慢。第二点，如果想买来用好多年，那折叠屏不适合你，因为折叠屏在之后的几年肯定还会飞速迭代，补齐现在的缺点。就算你完全不在意这个，我就拿一个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 Magic VS 给你举个例子，有可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折叠屏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你能忍得住不换？第三点，想要拿来当移动大屏打游戏的小伙伴不推荐。其实折叠屏因为优先考虑轻薄，往往散热都不是重点，看起来面积很大，实际芯片也只是集中在一侧，加上这个方形的视野，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是负增益。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的折叠屏确实已经到了非常可用的程度，想要不同的形态、差异化的配置也都有得选。但越是大乱斗的时期，越要谨慎，对吧？为了做这期视频，我也是费了不少的劲儿啊，终于是集齐了华为、vivo、三星、小米、OPPO 这一坨的折叠屏，还都用了好一段时间，这就是证据。这期的内容呢，不会涉及到太多的测试内容，更多的重点会放在日常体验和一些痛点上面，像是续航啊、游戏帧率这些，我就不细说了。来，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先拿一个最近最火热的 X3 来打个样吧。这台机子大家应该多少都了解一些，239克，虽然只比最重的 iPhone 轻了1克，但是展开的状态下，感觉真的就像一张纸一样。而且在这样的体积下，它的电池做到了5060毫安时，跟小米13 Ultra 差不多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还做了防水，最高等级的那种。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还做了潜望式长焦，5倍带防抖的那种。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卖点居然是抗摔。抛开4G 和骁龙8加不谈，这硬件根本就无敌，好吧？但是折叠屏决定体验的，除了硬件、软件的因素，绝对要比以往大得多。而 Mate X3 的软件体验确实不能说是最优秀的。举个例子啊，我认为几个很基础的问题，现在不应该还存在的。一个是全屏强制旋转，这就意味着你看视频全屏一定会多一步旋转操作。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想要实现所谓的一步分屏，得先旋转过来分屏，再旋转回去操作。这并不是很优雅啊。如果说这个算是个小问题的话，那到写稿日期5月10日为止，它居然还没有支持 B 站悬停模式。它现在是能悬停了哦，但是还是很随机。我折到这里就不行，我非得要把它折成这样子，哎，锐角，让它跑到外面来了之后再展开，哎，现在就可以悬停了。然后只要你激活过这个模式之后呢，它就可以悬停了，就离谱。而且华为本身的轻也带来一个缺点，三星和 OPPO 的悬停大概能做到这个角度，但是华为在相同的角度的时候就会变成跷跷板。桌子高度比较矮的时候，悬停会觉得有些不够用，也算是轻带来的一个小缺点吧。相机旋转之后，这个拍照键的位置非常难按到。这么多的折叠屏里面，就只有 X3 出现了这个问题，甚至华为的传统优势手写笔的体验也很一般。所以总体来说，它的折叠屏专属适配做的并不算很多，但是华为有个众所周知的优势，就是平板做得好。折叠屏作为小平板，对吧？跟着沾光，功能其实也不弱，像平行世界、大文件夹，甚至很多界面信息密度和按键的位置都比较成熟。高刷的策略也很好，只要选到120赫兹，我现在暂时还没有遇到会掉到60帧的软件，体验非常流畅。拍照的水平可以说在现在的折叠屏里面就是嘎嘎乱杀，唯一一个能 battle 一下的就只有三星了。而其他更多的优秀体验基本都来自于非常次世代的硬件能力硬生生砍出来的。就这么说吧，它最适合的用法是比较在意外屏体验的人。如果你经常把手机拿在手上用，想要一台平时用起来和直板差不多体验的折叠屏，那它几乎就是唯一的选择。不过相比于这台机子值不值，不如考虑一下买不买得到。一台13000的机器炒到16000，再副歌我也不建议这样子挥霍，好吧。Find N2
这台折叠屏是这里面形态最特别的了，用大嘴的话来说就是小胖子。所以甚至比华为还轻，只有233克。但是就是这么一台最小的折叠屏，我觉得反而是看视频最舒服的机子。可可爱爱的外形下，它的硬件其实还算不错，震动马达是所有折叠屏里面最好的。哒哒哒的线性马达，铰链的手感很不错，能展开到纯屏。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啊，现在有不少的折叠屏其实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除了折痕会加深，还会出现展不平的情况。这是因为铰链的工艺和设计还不够精密，导致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虚位。所以能不能展平，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我自己是Find N的用户，这台机子已经用了1年多了，现在看还是能几乎纯屏的。那为什么它适合看视频呢？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全屏不需要旋转，非常省事儿。有的小伙伴就要说了，那大折叠屏有些也不用旋转呀。确实，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了，大折叠屏其实扬声器的位置已经把看视频的姿势给定死了，必须得旋转90度才能变成立体声，而且旋转之后呢，你的手又正好会挡住扬声器，而Find N系列扬声器在底部，根本不会被挡住。更离谱的是，这台小小的折叠屏音量居然是这些折叠屏里面最大的，音质也是实打实的第一梯队水平。再加上Find N的软件适配也做得非常好，其他折叠屏悬停只能映射触控。说实话，我是真的有点按不准啊，什么最强大脑才能用得了这种操作？Find N2 呢，直接把这个 B 站的面板搬到了下屏，所有的操作都可以直接在这里点点点来。3指截屏还可以滑左截左，滑右截右，中间截全屏，这多顺手啊！所以总的来说，如果你比较注重影音体验，平时用手机不是那么频繁，甚至这是你的副机，那Find N2在影音娱乐方面表现得相当不错，软件适配也足够省心。最大的问题就是折叠屏的传统幽灵域反而不适合N2，看书、看表格这些东西，上面一节菜单，下面一节菜单，中间这点地方来显示，其实还是非常拮据的。平行世界的体验也远远不如其他的折叠屏。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下啊，平行世界这种过渡品早该结束了，还苟着纯属偷懒呢。期待一下苹果整治软件生态。来，我们看下一台。vivo X Fold 2，这是配置上面唯一一台能追得上旗舰的折叠屏，8 Gen 2的芯片，120瓦有线充电，50瓦无线充电，甚至很多直屏旗舰都没有的超声波指纹，它有2。哇！实体静音按键，不过这个静音按键实在是太滑溜了，只能当个静音检查开关来用一用。内屏规格甚至比外屏还要高，外放效果不错。要说硬件上面的缺点，基本上就只有这个278克的重量了。而 vivo 的系列也是国产折叠屏里面功能最爆炸的，就突出一个几百家之长。我就举2个例子吧，多的真的说不完。这个全局任务栏缝合自三星 Z Fold， 不但可以快速切换各种常用应用，还能直接拖出来变成2分屏，或是打开小窗。因为屏幕巨大，所以这个底部栏完全没有碍眼的感觉，效率倒是提升了很多。不喜欢长按它就可以隐藏或者是呼触。第2个就是 vivo 的多屏互联，这个就很夸张了。你可以选择安装互传 app， 如果不想装 app 呢，也可以直接选择用网页端互传。而且伟大的 vivo 这个互传 app 它是直接放在网页上的，所有的安卓机甚至是 iOS 设备都可以下载。如果你的MIUI Plus 不好用，那快来下载个 vivo 互传吧，什么互联网精神啊 ，respect。而多屏协同不但能支持剪切板同步、投屏这些东西 ，vivo 还做了个反向控制。你看啊，这个鼠标可以直接移到这个折叠屏里面，然后我就可以在这里面操作了，甚至啊还能把东西拖出来到电脑里面，而且真的超级流畅，就离谱。所以说有没有人能做个支架，把这个 Fold 卡在这个屏幕边缘，然后我就可以在2个系统里面无缝流转，这不是无敌？但是 vivo 的老毛病就还是没丢，整个系统逻辑乱七八糟，一些体验细节也不到位。就不用说别的，你看现在这个字体吧，是正常大小没错吧？能显示到这个位置，然后只要我展开，好家伙，字体就变大了。展开内屏显示的内容反而变少了，这多尬呀！不过这些小问题适应之后 ，vivo 的功能确实是最完备的，配置也是最高的。如果想要个最稳健的，那就是 X Fold 2了。下一台也是这里唯一一台非国产折叠屏 Z Fold 4，三星的折叠屏其实争议一直都很大。确实，你看看这个折痕像个悬崖，你看这个缝隙前后通透，你看这个外屏比例堪比遥控器，还那么多人买呢。其实我觉得三星确实是有一些特点非常吸引人的。我先小小的总结一下 Z Fold 4这台折叠屏的特点，如果和你的需求不符合，那就不要选。
其实从根本上，它的思路就和别的折叠屏不太一样，它非常看重内屏的表现，而外屏呢反而像是一个副屏。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它的内屏其实会比别的折叠屏要更窄一些，但是这样的好处就是整个重心会更加合理，不会像很多折叠屏那样往外坠的感觉。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在显示原生适配的应用时会非常的合理，即使是刨去菜单，依然有很多可用空间。比如说 Word 在 Z Fold 4上面的比例就会比屏幕更大的 X Fold 2舒服很多。不过在国内这种软件生态下，确实有点水土不服哦。而且三星也是所有折叠屏里面唯一一台有内屏单手模式的，而且三星的系统就是突出一个功能性拉满，底部栏比 vivo 的还要强一个档次，左边可以直接打开所有应用，长按拖出甚至可以3分屏，3分屏甚至还可以自由调节比例，你还可以把里面的任意一个应用替换成别的。有小伙伴用得上吗？实话实说，我是很少用得上3分屏，但实际用起来，可以说三星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Z Fold 4的内屏是所有折叠屏里面唯一一台用了亮面材质的，加上边框比较窄，质感就显得贼好。内屏的清晰度也很不错，手写笔不愧是传统异能啊，在这所有折叠屏里面绝对的第一。但它偏偏就是没有抗光膜，用起来的时候那个反光嘎嘎亮，出到室外啥也看不见。它有折叠屏里面悬停角度最大的铰链，非常结实，但是 B 站悬停模式的时候居然会裁切一半。想要激活小红书的左右模式，你得去高级功能实验室纵向应用的横向视图里面给小红书选成全屏模式，然后在小红书里面转过来横着用，这样才能开出来。很多软件甚至都打不开平行世界。最后这个外屏的屏幕比例确实有点太遥控器了。总的来说 ，Z Fold 4现在其实是不推荐买的，因为 Z Fold 系列已经变成了三星的常规旗舰了。今年肯定还会有新的 Fold 出来，多半也会跟进水滴设计，其他的硬件短板估计也会有所改善。实在喜欢三星的话，也可以等到那个时候再做决定。小米 Mix Fold 2这台手机在刚发布的时候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啊。首先就是上一代实在是太拉胯了，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它抢了一个首发的机会，跟去年那些厚的折叠屏比起来确实很震撼。但是今年的折叠旗舰出来之后，再回去看 Mix Fold 2，其实是一台有点尴尬的机器。262克的重量，跟 Mate X3 的239克、Find N2 的233克、Z Fold 4的263克相比，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当然，这个硬件虽然没有很大的优势，但也绝对不会拖后腿。没错，拖后腿的又是MIUI。从整个设计语言来看，MIUI 折叠平板并没有很好的利用这块大屏幕的优势，甚至官方软件的设计也很诡异。通话界面50%是数字键盘，还有1/4是标签栏，下面就只能显示2通话记录。对比起来，就连屏幕最小的 Find N2 都合理多了。有些字体又那么大，有些又比较正常。官方的小米优品巨大一个图片弧脸，官方软件都如此，第三方的支持情况就有些难崩了。它是除了三星以外唯一一台不支持闲鱼平行世界的手机。京东一打开就离谱，要知道它在去年8月份就已经发布出来了，现在都已经过去半年多了，表现我觉得是不够满意的。所以放在现在的这个时间来说 ，Mix Fold 2的官方价8999，搭配的也是8加的处理器，系统优化也很一般，除非MIUI后续能优化好，否则我是不推荐的。荣耀 Magic VS 这台机子我只能说是不太合群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铰链有点展不平，折痕控制的也不算好，偏一点点就能看到偏色。虽然荣耀软件上面确实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比如说3指收藏，不但可以收藏，还可以摘取里面的图文，确实很方便。大体上用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硬件上面的弱势还是无法弥补。好了，到这里折叠屏机子就讲的差不多了吗？现在的折叠屏还是有些顽疾，甚至很有可能会让你放弃用折叠屏的念头。首先，今年的折叠屏很多都加上了手写笔，荣耀、华为、OPPO、三星都有适配，但实际体验除了三星的都比较一般，写字性能普遍不如平板，还没有地方收纳，所以除非是刚需，否则不建议把笔纳入考虑的范围。另一点就是平行世界这个东西，看似是折叠屏提升效率、从直板手机过渡的绝佳方案，但这么多年了，想必大家也发现，很多软件厂商已经把支持平行世界当成了优点，甚至还需要手机厂商去一个个谈适配，什么用户体验完全不重要，先加广告做投放，自然会有人来熬。甚至在今天来说，国产折叠屏硬件上已经能在全球市场上站稳T1的位置，而软件生态可以说是几乎没起步，这多不合理啊！所以总结
约一下吧。折叠屏这个品类因为太新，形态又自由得多，所以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出现。但是这也意味着不同的产品对应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建议大家先看看自己的需求，如果确定要折叠屏，你是用来看视频、刷刷抖音这种娱乐比较多，还是看表、看书比较多？平时看手机的时间多不多？会不会经常拿起来刷一下？如果是看视频比较多的话，视频的显示大小当然是最重要的，屏幕的长边的长度直接决定了看视频的实际大小。这里我把看视频的实际尺寸列了一个表格，能看出来啊，即使是6.7英寸的 iPhone 14 Pro Max 也没有办法和折叠屏里面最小的Find N2比较。最大的 X Fold 2能显示6.89寸的视频大小，外放也是 T1 级别的，强视频需求可以考虑它。另一台看视频比较爽的折叠屏是Find N2，因为在不旋转的情况下，除了 N2 以外的折叠屏显示面积都不能发挥全部的实力，其实和 N2 的尺寸就基本一样了。但在这种状态下，只有 N2 有立体声。如果是用来看书看表比较多，我建议选择内屏瘦长一点的折叠屏。其实三星是最合适的，但马上要换代了。Mate X3 和 X Fold 2用起来都还不错。OK， 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切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